这就决定了我们很难期望欧洲的主流政客能够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在对华关系、在对台湾问题、新疆或西藏这些问题上采取理智的态度。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节目我们说的是欧盟的台湾政策正在开历史的倒车，政客吃亏不够是主因。我们很难期望欧洲的主流政客能够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在对华关系、台湾问题、新疆和西藏问题上采取理智的态度。欧盟到现在也没有放弃对华武器禁运，对他们抱有幻想是不现实的。欧洲政坛正在新老交替，这一轮交替的特点是一群菜鸟换掉了一批有经验、见过风浪的政治家。比较典型的就是德国，63岁的德国新总理肖尔茨取代了经验丰富的默克尔。默克尔曾经在民主德国当过共青团的书记，他经历了冷战的后期，也经历了苏东剧变。对于大国政治的严肃性和凶险，默克尔是有体会的。但是接替他的人未必有这种觉悟，甚至连感性认识都可能没有。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其他欧洲的国家，这就让欧洲政坛呈现出严重的不成熟。欧洲国家传统上就有分离主义的倾向，冷战的结束虽然带来了德国的统一，但是也带来了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解体、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比利时、荷兰这两个国家因为语言和民族的问题，至今也还是一家人说两家话。这些欧洲政客虽然水平不高，但是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一根筋。只要提起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那就是完美无瑕，挑不出错的。任何一个地区政党过人，只要表示自己支持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那就会被欧洲政客当作自己人，竭力的支持和维护。在西方长期的宣传中台湾是个执行西方制度的社会，又跟美国关系很好，所以从欧洲政客到欧洲公众都把台湾当作正面形象。而中国大陆的形象经过几十年的丑化，已经是非常负面的了。但是欧洲社会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在疫情之前每年都有大批的中国游客到欧洲旅游，购买力很强，让很多当地人羡慕不已。宣传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也让欧洲政客们在面对中国的时候无所适从。因此，当美国站出来指责和污蔑中国，试图用制裁、禁运、围堵等方式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其实是符合很多欧洲政客的价值观的。只要中国像苏联那样的衰落了，甚至是崩溃了，那么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不还是能够自圆其说吗？这就决定了我们很难期望欧洲的主流政客能够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在对华关系、在对台湾问题、新疆或西藏这些问题上采取理智的态度。另外曾经属于苏东集团的几个国家，他们的政客在对华问题上更加的反动，更加的仇视社会主义体制。这些国家有反共的传统，冷战时代苏联对这些国家是横加干预过，还曾经武力干涉过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冷战结束以后这些东欧国家虽然得到了西欧的产业转移，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增长，但是绝对谈不上腾飞。为了获得西方资本的支持和产业的扶持，这些国家一边倒的采取了亲美、反俄、反共的政策。与此同时，曾经贫穷落后的中国，因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而在经济上大踏步的发展，在科技、制造和军事上取得了很多标志性的成就，这就让东欧的这些政治人物们有些无所适从了。经过反思之后，其中有些人认清了现实，坚定了和中国友好合作的信念，那么也有些人一条道走到黑，更加疯狂而偏执地跟随着美国反华。根据欧盟和欧洲议会的制度这些反华分子在政坛上的影响力是相当不小，甚至可以左右欧盟的政策。近几年来，欧盟的对华政策是越来越缺乏理智，甚至危害到了欧洲企业和欧洲民众的利益，但他们还是要跟着美国跑。中国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影响欧洲政坛的人事变化和观念的变迁，更拦不住欧洲向着偏执的方向踩油门。许多问题的根本在于美国要利用台湾牵制中国，所以
我们埋头致力于解决台湾，是排除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一个又一个台湾问题的根本措施。台湾只要不回归，欧洲政客总会找到理由生事儿，因为他们还没有因为台湾问题吃过亏，或者说吃亏还不够。欧盟到现在也没有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对他们抱有幻想完全是不现实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